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极言教室，我是杰森。首先感谢 YS 吉米提供素材。没错，今天又是一篇迅捷旅行的影子。不过因为迅捷旅行的跑法不具有普遍性，再加上和我上次发月光之城的时候跑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把这篇影子作为引子来阐释一下月光之城这张地图的跑法核心。我们都知道单骑的覆盖率直接决定了跑法的快慢，理想情况下肯定是单骑覆盖率越高跑得越快。然而这张地图有很多的加速带，甚至是连续的加速带，加速带上是不能开单骑的，所以怎样保持尽量多的在加速带上有单骑效果，就是这张地图跑法的核心。首先我们来看起步，它这边因为车辆的优势，所以额外补了一管单骑，从而使得开局的这个长走廊上的加速带完全被单骑覆盖。和我们上期法兰西讲的那个加速带一样，这里叠加到单骑单圈提升将近1秒。不过这个确实只有流星可以，其他车想要这样跑还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就是这个经常被人忽视的连续跳台，很多人给我发的影子这里都是不延续的，这里一定要尽量去延续。虽然说延续下去可能会失控，但是不延续就一定会慢，甚至可以学习这个跑法去踩第二跳台的加速带，这样落地的那个弯就可以 WCW， 这样就算不弹射，接下来也很容易就可以延续得到。过来之后，这里也就是正常跑法甩尾延续的地方。之前有个月光之城大师曾经指点过我这里，他说这里一定要保证单骑的覆盖，也就是说尽量保证极限延续，然后在单骑刚刚消失甚至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开始甩尾，一定要去尽量减少这里延续后的平跑时间。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下一段是长延续，所以把延续前的单骑时间做到最大化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跳台下来后这里总是做不到 CWW 连续，尝试一下视频中的这种跑法或许会有奇效。最后呢就是长延续，他这边其实是失误了，最后这个跳台蹭小喷他2圈都没有蹭到，这个要是蹭到的话他这边轻松29啊。这个蹭小喷没什么技巧，就是让车的中间对准跳台左边直接冲上去就能骗到小喷了。月光之城的重点其实也就这些了，其他的一些小细节练多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我是杰森，爱你们哟。